欢迎收听牡丹电台，现在是每日心意广播时间。今晚你暂时没有收到留言，晚安咯，今夜好梦。所以罗志阳没写，他为啥不写啊？欢迎回家。掉牌子掉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为什么不写。欢迎收听牡丹电台，现在是每日心意广播时间。今天有2个人为你留言。第一位，他想对你说：你好，村长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猜到我是谁？估计没有吧，哈哈。我是一个有点善于伪装的人，以后可能会经常给你写信咯，希望不会困扰到你。祝你明天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啦，这样说不定我明天也能吃到，哈哈，拜拜。第二位，他想对你说：小罗，娃娃很可爱，晚安咯，今夜好梦。我能说话吗？就是我很不喜欢这种选择的感觉，我不喜欢去决定是谁。其实他们谁写给我的我都完全知道，我猜到是谁了，但是我很讨厌就是去做选择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想伤害别人，我来这里不是来伤害人的，我来这里是先要展开自己吧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觉得很多选择上的东西我本来就很恐惧，然后呢偏让我去选择，所以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，好吧，就我确实是没有办法。怎么老让我做这种事儿，真烦人。写吧。他落笔了。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做，好吧，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了，就这样，晚安吧。世界上真的只有A和 B 可以选择吗？世界上只有这种对与错吗？错错错，全都是错。我又崩溃了。欣欣向阳的选择，肖文意外吗？太意外了，因为我一开始本来以为他是喜欢团团的，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他2个可能都没有那么强烈的偏好，
他如果今天只有一个人选他，他就写了，对，就感谢一下那个，对吧？那2个人他就必须要选一个，他就不想写。2个都没有什么太大感觉，那我就能理解他了。还没有到那一步，就是觉得。但好歹我们看到罗志阳至少他积极的想要参与进来了，至少罗志阳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有要打开自己的这个欲望。他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展开自己，对，所以他其实很言行合一的在做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步，因为你要跟他人形成链接，你第一步得先走出这个不愿意跟人家去交流嘛，那至少他愿意去做了。所以我觉得肖文还是应该有点信心。我没信心了，我被打垮。今天毕竟是他俩的第一次约会，对，还有后面好几期呢，别气馁。好的。其实生活中呢有很多比恋爱更难的难题，比如说选择奶粉。现在有更多的父母都会选择我们的奥优能力多，因为奥优能力多奶粉专注氨基酸优化，帮助宝宝更好的吸收，选择奥优能力多准没错。其实有很多的表达都让我们意外，但是广智应该硕成的那个表达是最戳你的。我特别的心酸，因为我一直特别喜欢硕成，我觉得硕成应该值得。他今天显得看到你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我好难受，我好心酸呀。从女生的角度，今天听到了硕成的这封来信，你觉得雨欣会是一个什么心态？鞠姐没有很开心吧，因为他可能期待的是罗志阳的那个，而且就是反而是压力，对，和内疚。硕成现在的这个状态啊，我同意广智说的，就是他值得一个很好的人。但是说实话，如果他现在假设说何雨欣，因为他今天的这个电台留言，他有一瞬间的感动了，他跟硕成继续往下走了，我觉得对硕成也不是一个好事儿。对，有可能后面是个更大的伤害。对的。广智，如果你是硕成的话，你会继续的追求雨欣吗？我会，但是我会调整一下方法，我肯定会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为主，因为我会意识到我前面为什么会失败，就是因为可能我过多的暴露自己的缺点了，我可能会调整这些方法。我觉得硕成的问题，他不是说自己好不好的问题，是因为你会发现硕成所有的观点都聚焦在自己身上。对，真的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会发现跟他沟通，就不管聊什么，其实他都在聊自己。可是爱情是对另外一个人的好奇，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何雨欣有多好奇。雨欣你是什么样的人？哎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哎，雨欣你是怎么做的？他每一个话题都变成我怎么样，哎呀，我就做不到。这样的人，其实在亲密关系里链接，其实会让人觉得很难去形成那个链接。所以第一步是怎么去摆正，在关系里有你有我，他不能只是我。他甚至还没罗志阳问的多。对，这才是硕成最核心的问题。所以硕成，你接下来把方法改变一下。对，说不定会有转机。对。好难呀！你觉得我差别是不是会很大？就本来我在里面其实跟大家聊得还挺开心的，然后太难就变了。但是不管怎么去说服自己，就是其实很难去改变这个心态。就是你说服好自己，结果见到的那一刻，你又变成那样子，就是我跟你说，爱情这门课它就是很难，太难了。就是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，然后动作也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弄，因为你给自己太多压力了，所以那个压力你就会让对方也感受到。对，反倒是我一开始没有很喜欢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最自然的，就很舒适，然后也无所谓就他的说什么也不会影响到我。其实我经常和他聊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，但我觉得就是感觉从有一段时间起，然后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，可能也是我的一些问题吧。就当我喜欢上一个男生，我就会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就完全迷失自己，然后胡思乱想那种。但是我现在不是很确定说，就他对我的态度到底是什么。就如果他觉得就完全我就不是他的菜，那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。对，但如果他觉得说可能是前段时间他觉得还OK， 但是可能中间他觉得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就是那这样的话我其实愿意和他深谈一次，但是我就不知道说我能不能。其实我觉得就算他可能没有那么 into you， 你也可以跟他深谈一次，因为我觉得
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影响你在这段旅行当中的体验感。你自己内心，你想你永远不跟他讲的话，你们俩关系就永远这么尴尬。这么尴尬，你开心吗？你是不开心的。你想说你肯定要找一个解决方法。因为我自己的主观上面是觉得我在误解他的时候，我误解毛毛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有点尴尬，但是后来就聊开了就没事了，越来越好。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起玩是很开心的，但是一旦去聊这些严肃的话题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就聊不起来了。所以我现在想说，可能确实不合适，可能是确实不合适。还是这句话，彩彩，我希望你不会后悔你自己这段旅程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可能最近太陷入到这一段支线里面，然后忘记去享受其他的东西了。然后等你以后清醒过来以后，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在这段旅程里面只揪着这一件事情，放弃享受了很多其他的美好，比如说跟朋友之间的一些美好，跟其他男生一些相处的机会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个很重要哦。